这种可以像捏软柿子一样捏啊捏啊的樱桃小番茄叫 Puchi Puyo，是一个日本品种。Puchi Puyo 也叫 Petite Puyo，在日文里大概是小软糖的意思，我就叫它小软糖吧。这个品种最特别的地方是果皮特别薄，薄的透明，吃到嘴里只尝到清甜的爆浆，完全感觉不到果皮的存在。我是比较讨厌番茄皮的，那种不吐不快，然而怎么吐也吐不干净的感觉，真是很不爽。我是4月初在洛杉矶一家日本人经营的苗圃里发现这个品种的，之前从来没有见过。育苗和附带的标签上的信息不多，最详尽的信息是我在日本的亚马逊网站上查到的，其中有说因为这种番茄的皮太薄，不能运输，所以要吃的话就得自己种什么的。小苗移栽到种植袋里之后长得飞快，转眼就枝叶繁茂，青果累累。然后某天就惊喜地发现小软糖开始变红了。最初采收的果实确实很惊艳，除了果皮几乎不存在以外，它也非常甜，是类似蜜糖的那种清甜，它基本没有酸味，那种番茄特有的乌妈咪鲜味也不太强烈。所以如果果实采收的太早，甜味不够的话，吃起来味道就会显得比较淡然。此外，小软糖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优点，是完全不会裂果。厚皮的樱桃番茄品种像 Sweet 100、Sun Gold 那些果实都是沾水就爆，而小软糖大概是因为皮薄得来能屈能伸，所以沾水也好，轻轻挤压也好都没问题。小软糖的产量还好，我只种了1根独苗，所以每天收这么一小捧，因为少，所以格外珍惜呀。要实现小软糖自由的话，估计至少要种每人1株吧，要吃就得自己种啊。小软糖是有限生长类型的番茄，据说它的植株高度极限是1.5米。果然到了7月初，植株就开始有活得不耐烦的迹象，叶子变黄枯萎，白粉病开始蔓延。果实倒是还会继续成熟，不过大概是因为叶子掉的太多，营养不够，小软糖就没那么甜了。到了7月中，番茄植株就是一副死给你看的样子，白粉病霉菌完全覆盖了枝叶，我只好忍痛果断的给它拿了秧。总结一下这个品种，第一，果皮超薄，这是它最大的优点。第二，比较甜，不酸，乌妈咪鲜味也不太浓。第三，有限生长，个人认为是这个品种的缺点。第四，抗病能力不强，后期白粉病比较严重。不过呢，我这里的气候是特别适合白粉病的，也许在气候不同的地方，会好些吧。今年还种了另外一个日本品种，叫 Momotaro 桃太郎。此外还有 Black Sea Man 黑海人、Sun Gold 金太阳、Brandywine 白兰地酒。以后我也会给他们评价总结一下。谢谢您的观看，下次见。